旅游度假就同城，放心有保障，说到就做到。同城旅行邀您收看高光时刻。有何结果啊？其一，院墙有个地方是新补的，看起来曾经是个洞；其二，显然是那石磨，那石磨什么都没磨过。来杯纯品，明察案情。雀巢纯品邀您收看《凡城之下》。南孚电池30年销量领先，聚能环4代邀您观看《凡城之下》。清水池塘不养鱼，这世上的坏人是抓不尽的。这帮小子现在至少都还攥在我的手里，只要不闹出什么大事就行了。就算是出了什么大事，我也知道去找谁。若是真有什么案子发生，他们几乎都能收到些风声。你说我们做捕快查案，怎么可能离得开这帮做访行打行的呢？对不对？说话呀！我知道，你的眼里根本就没我这个师傅。师傅，我给您搓搓背吧。三更啊，师傅明日让你去把那帮访行打行的无赖全都拿下，你看可好？那感情好？感情好？好个屁呀！那帮访行打行加起来300多号人，你怎么拿？擒贼先擒王，我拿他们当家的。拿了以后呢，怎么定罪？他们坏事做尽，苦主和人证是大把的。苦主和人证，恐吓苦主售卖人证，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啊！怎么，你打算抢了他们的买卖不成？这样吧，师傅给你留个功课，从今日起，你私底下暗暗去查一下这帮做访行打行的进项，给他们记本账，看看他们到底收了多少的不义之财。若真有一日你有机会去办他们，你就按账本取证，案子多了，自然有那些不怕死、不要钱的证人能够为你所用。师傅，他们做了什么买卖，又不会向我报账？再说，就是一个正经店铺，若没有账本，想知道他们挣了多少钱都不可能，更别提这些见不得光的买卖。这账，我可如何记？你该如何记，为师那可管不了，那得靠你自己去想办法。这匡扶正义啊，可比给你师傅搓澡那可费劲多了。
你来了，去后院井里打2桶水来。你们怎么想起来这时候种树了？哎，听说凤秀在家里出事了，我来看看他，结果就被抓来当苦力了。我本来是想把埋舅舅的坑填了，后来转念一想，反正坑在这儿，不如种棵树吧。这是什么树啊？梅花。仵作怎么说？你舅舅的致命伤是在后脑，凶手是用那把铜戒尺反复击打他的后脑，针骨都打塌了。塞在你舅舅嘴里的，是一只无头的鸡雏。鸡雏？刚孵出来的毛茸茸的小鸡，砍去了头。冯秀才，没事儿。知县老爷有何举措？他觉得这下严重了，竟然连杀了2个人，所以又去写公文。也就是说，他默认杀你师傅的，跟杀我舅舅的是同一个凶手，对吗？可杀你师傅是为了报仇伸冤，杀我舅舅是为什么呀？难道王夫子和冷头有什么交情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那会不会是这样？凶手小的时候在这儿上过学，没少受王夫子的戒尺，长大了以后又被冷头冤了。既然此番已经开了杀戒，那就索性把之前挨的板子都给还回来。不对，这样岂不要把得罪过自己的人都给杀了？这得杀多少人啊？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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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！师聪啊，你说的对，我说的对吗？这些话就像仪式上的祭词一样。可为什么要选这些话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字多。嗨，这是什么解释啊？如果是我只想杀2个人，还要搞成仪式留下祭词，那祭词就应该是成双成对的。有理。如果凶手只想杀2个人的话，那么写出一副对联也会更齐整一些。所以，凶手多半还会再杀人。典籍万言，他为何偏偏引用这句？暮春者，春服吉成。冠者5、6人，童子6、7人。欲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小狗长学问了。我最近也开始读《论语》了。这段倒是不难，说的是孔子和他4个学生在谈论抱负志向，前3个都说要当大官做大事，唯独到了曾皙这里的时候，他说了这段话。这我就不明白了。这段话说明了曾皙的境界。他并不想当什么大国高官，也没有什么宏图壮志。他最向往的，就是一个春游踏青的情景。最向往的事，那这就对了。你之前说过，这凶手引经据典是在当反话说的。
他只引用了童子六七人这半句，你舅舅又是私塾先生，只说无妨。如果原文说的真是向往之事，那反话的意思就是遗憾之事、后悔之事。凶手是说王老夫子做过什么与童子相关的悔恨之事。三哥，这个案子能不能由我来先查？你先查。我想自己查清楚，是因为这不仅关乎他是如何死的，更关乎他如何活过。你怀疑他做过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？我怀疑他做过禽兽不如之事。肯定是送到我们家去的。师聪，你的差事？我的差事，三哥，我的差事不要紧，倒是你，一头现在要开始收拾你了。这样，你服个软，你斗不过他。我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大礼65两、300两、80两。曲三哥，你刚才说这是什么？这是师傅留给我的功课，我觉得对一头您有用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听说法行打行拜您做了新的大当家。这帮混混自然要有人约束着。你师傅不在了，那就是需要我操这个心。怎么，你是心中不服吗？我服，我服，我自然明白，所以才把功课给您。这种糊涂账，鬼才算得清楚。有心算也不难。这我倒是头回听说，讲仔细点。这第一宗，最好算的，就是他们向小铺子、小买卖人收的进阶钱，捋着城里那几条街走几趟，庙会大集赶几次，挨家挨户的问一问，便就都知道，他们每个月是有固定进项的。要这么说，倒是不难。再就是赌场保局子和放贷收债的钱，这2笔钱月底都是要拿到钱庄去兑成银子的。不过具体的数量，他们自然不肯告诉我。我花了2、3个月的时间，盯了几个钱庄的记账学徒，抓着了些他们嫖宿暗娼、私通妇人的把柄，这才得到了些消息渠道。有点意思。再就是城里的那些窑子、下厨、暗门子，这2鼠3郎拐卖强抢的女子都是送到那些地方。亏了衙门里有几个哥哥常到那些地方走动，卖了谁，卖了多少钱，我就自然得知了。你不说，我也知道是哪几个哥哥。这自然是瞒不过一头的。大笔的是靠他们赌博做局、设套敲诈和制造冤案得来的房产田地，契约过手时俱要到衙门登记，我向文丽先生打听就是了。大概也就这几笔，难倒不难，就是有些费功夫。你花了多少功夫？大概3年吧。已经下了这么大功夫。只可惜那些撞太岁、扎火屯、天人跳、销赃绑架得来的赃钱，我就无从知晓了。三哥，这可真是难为你了。是啊，师傅也说我不应该当他的徒弟，应该找个账房先生学徒。三哥，这个账本我留下来慢慢细看。那
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们一个月一共能有多少进香？这二鼠三郎加起来，一月一共得2000两吧。这么多？那你知不知道他们以前每个月给你师傅多少孝敬啊？师傅没提过，我便也没问。总的加起来不超过50两吧。师傅每个月给快班兄弟1两的柴米钱，8成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曲三哥，这个东西可是值钱的紧呢，你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把它给了我呢？这东西在一头您手里值钱的紧，在我手里可就一文不值了。我算是想明白了，我师傅不在了，在这衙门里，我总得有个人照应吧。前几日有得罪冲撞一头的地方，是我年轻不懂事，还望一头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。起来起来！哎，三更这是干嘛呀？啊，往日里听别人说你这个人，不懂世故，仗着师傅不把人放在眼里。今日看来，这人一旦开了窍，倒是个可造之才啊。你放心，你往后跟着我，不管以前你师傅是怎么待你的，我都加个更字。我倒没什么，就是前2天开阁的那个白毅，让他为我受持累，我这心里实在是……好说好说。你要是不跟我要点什么，你这账本啊，我还真不敢接着。一个白毅嘛，让他回来便是。本来也是一句玩笑话。谢过一头。哎，小事情小事情。这是为何啊？给你擦着干嘛？翁小彩，哎，我们今日来此啊，是听说你要把今年剩下的注销银子退还给我们，可这字画，是何用意啊？不是我想退，啊，不是你，那是谁？是家舅想退。王夫子。前日啊，家舅给学生托梦，说有2件心事未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苏秀收了学生的学费，却没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传授给学生，他在天之灵岂能安息啊？唉，王夫子的确是有德之人呐。那这些字画，安顿完家舅的后事之后啊，他的那点积蓄也就所剩无几了。好在学生我在字画方面还有一些造诣，在这杜县呀也略有威名，莫不如就将这些字画抵给大家，当是偿还苏秀了。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呀？各位家长，那你们意下如何啊？满意，满意。这左右啊都是凤秀才的一片心意。那既然如此，凤秀才，大家家里还有一些事情，就先行告辞。哎，慢着，家舅还有一心愿未了。哦，他说，若是因为他的突然离去，耽搁了学生们的学业，那他简直愧对圣人，愧对先祖。他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竟然情难自已，潸然泪下了。这，为了安抚家舅在天之灵，莫不如就让学生们再回来学习5日，如何呀？就由我来代手。凤秀才，我等呢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也并不是信不过你，只不过呢，这吴擂斋出了这等事，再让我们把孩子送过来，这个未免不太合适吧？啊？是啊，是啊，翁小子，我呢倒没什么忌讳，可这屋子毕竟
是死过人的地方，在下那个犬子啊，又天生胆小，还望凤秀才多多见谅啊，多多见谅啊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学生欠考虑了。只是家舅啊，他说他要去加州，为学生补课。令郎若是胆小，那就别独自入睡了。晚上家舅若是去了，他没有文书，再背不过，那学生也不强求大家，能来补课的就举个手。家舅，你可看好了啊！这些举过手的，咱就不用去了。感谢大家，没举手的也没几个了。如此一来啊，家舅也不至于太辛苦。宋老爷，下次教我作诗吧。哦，你为何要学作诗啊？我长得不好看，又不会弹唱，总是上不了台面。英蕊姐姐也不会弹唱，可是诗做得好，所以恩客就多。诗岂是人人都会做的？英蕊姐姐命真好，会作诗。天天都有鲜鱼吃，鱼多好吃啊！春星，今天你也可以吃鱼了吧？就是，都是托宋老爷的福。我已经去厨房求过厨子了，给我一条大的。你家李妈妈也真是小气，客人虽少，吃条鱼还能把它吃穷了。我不是还有宋老爷这么个恩客吗？宋老爷1个月宠我1次，我1个月啊就至少能吃1次鲜鱼。哎，春星，那这个月我再来一次可好？当然好啦。那您不会这个月来2次？下个月就不来了吧？那当然了，这个月再来就要去借钱了，那个下月不得还吗？那宋老爷还是下个月再来吧。1个月吃2次鱼，下个月没鱼吃，还不如1个月吃1次呢。真是为何呀？哎呀，管他下个月干什么？这个月能再吃1次，不好吗？不好，因为鱼是盼头啊。春星，如果以后我再不来了呢？或者我再来又不找你了呢？宋老爷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鱼不是盼头，宋老爷才是盼头，宋老爷才是盼头。春星，你的盼头应该是鱼，不该是我。你要记住，永远不要把人当成盼头，懂吗？
好了，该走了。春贤送客。宋殿试，已经有朋友帮您会过钞了。朋友？是啊。累了困了，喝东鹏特饮。东鹏特饮邀您继续收看《樊城之下》。宋殿试，就是这位朋友。宋典史，少见少见。您还记得小人吗？小人张继祖是薛举人的管家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张管家。你手上的伤重不重啊？手上的伤，宋典史，您说的是？你我素无来往，若不是被银子咬了手，怎会替我会钞啊？宋典史，小人送送您呐。我有驴了，要你何用？小人可以为您牵驴啊！哦，走。宋典史，小人也不瞒您了，确实有事相求。言之下，就是翠华楼后门那里有一处无主的废宅，荒废了好多年了。您看，县里能不能把它卖给我？卖多少钱呢？您说了算。至于往县上报多少呢，也是您说了算。这中间就是这么点意思。那个院子我正好知道，不过可不是什么无主的废宅，有主。有主？不对吧？小人都打听过了，荒废了好多年了，草都1人多高了，房都快塌了。上个月冷捕头找过我说过那个院子的事儿。冷捕头？哦，就是前2天死的那个。他对我说，那个院子一直荒废，经常会有一些狡猾泼皮在那里聚集，为了争夺地方，还经常动手斗殴。他问我县里能不能把那个院门用砖封上，我就查了一下，才知道6年前县里已经把它都给了一个外来的客商了。可小人前几日去看，那院子还荒着呢。说你们薛家家大业大，要一个破院子干什么？嘿，不是我们家老爷要，是小人我。您看，小人这也40好几了，也想成个家。本想着那院子虽然不太吉利，但想图个便宜。便宜怕是图不上了。那个主人听说是个行商，买了院子以后也未曾住过，而且现在人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。怪不得。小人前日去看，院子依旧荒着，可院子里多了点东西。您是怎么知道那个院子的？那之前是陈旺的院子，那个院子就在翠华楼的旁边，杀冷捕头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也不知道宋典史能否查出些什么。那宋晨绝非等闲之辈。我听说冷捕头那个徒弟正四处打听20年前的那场大火。先盯紧他吧，那个陆直早已不在这世上了，看他们能查出什么。陆宅很大，有4进院子，有个角门离我很近，我记得真切，就那个角门的火势最猛。火灾系意外引起，火烛倾倒引发大火，起火之处为正房，主人卧室蔓延四散，举宅皆燃。主人一家4口，主人陆进信，主母陆邹氏，长子陆不忧，次女陆平儿晋末，管家陆中，侍女16，
海棠、仆妇张氏、李氏、季氏一皆死于火灾。更夫曲天明救火时殒命。更夫曲天明，三更的爹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个姓陈的，是陆家仆人，叫陈旺，他没烧死。听说他没烧死是因为有星宿照命。这个人本来就好赌，就趁这运势到省城大赌了一把，发了个横财，还掷了骰子，好像在胭脂巷那边。胭脂巷，翠华楼后门那边。小人哪知道翠华楼后面在哪儿啊？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就运去了，听说是背离深寨，宅子也没了，就跳河死了。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？陈旺。倒是有人说陆家有个养子没被烧死，活下来了。养子。说到陆家的这个养子啊，我倒是曾见过，那时也就15、16岁的样子。据说他以前是陆家捡回来的一个快要饿死的小要饭的，给陆家大爷呀当书童，甚是得赏识。后来呢，便认作了干儿子。他叫什么来着呀？他叫路不直找陆直，一步登天就应了时啊！对，他叫陆直。书童陆直，家仆陈旺，护院张贵，厨师尤二，此4人幸存。刘大哥，这幸存的4个人现在何处？这如何知晓啊？又不能让他们定期到衙门来报到。那我要查这4个人的户籍。查户籍啊？啊，行，请移步隔壁黄册库，恕我还有正经公务在身。自己查吧。行，自己查就自己查。宋典史，胭脂巷那个废弃的院子，小人去勘察过了。有何结果啊？其一，院墙有个地方是新补的，看起来曾经是个洞；其二，显然是那石磨，那石磨什么都没磨过，因为无论磨米、磨面、磨豆子，那磨石上定会留下痕迹。这台磨干干净净的，然而奇怪的是，磨的周围有很多铝蹄子印，仿佛那铝负了重一般，全力在蹬地。宋典史说的是，维光拉木不需用这么大力气。那院子就是师傅遇害的地方。何以见得啊？那院子在翠华楼后门旁边。翠华楼，翠华楼跟你师傅有何相干啊？接着说。我师傅是吊死的，那凶手定是顶死了院门，用什么东西引得师傅去钻了那墙洞。凶手定是在师傅钻洞时给他脖子上套了绳索。绳索缠在磨上，然后再用驴拉磨把师傅吊在桩子上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干拆去吧。
官差大老爷，有什么要小人做的，二位尽管吩咐。你便是石匠四宝柱？哎，是，小人便是石匠四宝柱。到衙门里说话吧。这个竹签子，一会儿从你的指甲盖底下钉进去，啊，顶多也就钉进去2寸吧，不过很疼的，一疼，兴许你就着了啊！来，上前。求你不要，老爷，我是个石匠，你不能毁了我这双手啊！我全指着这双手养家糊口。那我提点你一下，本月初8。你在何处啊？我在工棚啊，我一直在工棚干活，都2个月了，我没有离开过呀。一直没有离开过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不对，我离开过。上个月8月中，我去了一趟城里，给人家去交活去了。什么活？就是一盘石磨，我和儿子一起给人家送到家里，就在胭脂巷的一处院子里。那个院子看起来像是要荒废了，客人说要改成豆腐房，所以才订的石磨。那个客人是什么样子？那客人大概7尺开外，他怪怪的，他一直戴着一个斗笠。他来订货的那天，因为下雨，所以我也就不以为奇。可是我去交活的那天没下雨，他还是戴着那个斗笠。你看看，谢谢。来，咱走。你并没有看清那个客人的长相。我看是看了，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啊，他那个胡子长得就跟庙里的判官似的。还有什么吗？没有了，老爷，我都说了。你可要说实话。那个人我可见过，瞒不了我的。大胡子。哦，对了，他的手很细，还留着指甲。哎，谢谢。先收监吧。哎，老爷，我都说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老爷，我冤的，老爷，我冤的，我冤。宋典史，这个石匠要关多久？关到破案。什么？每月500两？那对你们来说也是9牛1毛。不是前几天刚说了50两了吗？前几天我还不知道几位当家的锅里有那么大油水呢。几位当家的？整个县里士农工商贩夫走卒，哪个不是靠衙门给饭吃的？怎么到了你们街面上，就成了你们吃肉，让我们衙门口的喝汤？这像话吗？狗屁的吃肉喝汤！你这是让我们一众兄弟喝西北风了！你兄弟多是吧？我兄弟也不少啊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每个月500两的常例分文不能少。另外，再有个什么官司案子，咱们另算。一头，咱们谈的是买卖，是生意，这生意，不能做成死意了呀。你冷不冷？水都凉了。来人，加点开水。来了。我一有靠现在身兼着造快2班的都头，手里攥着你们的生死，跟我谈生意，谈什么？哼！我劝你聪明一点，花钱给自己买条生路吧。姓易的，
你别把事情做绝了。我看是这儿太闷了，几位当家的都昏了头，忘乎所以了，是吧？兄弟们，把他们插出去，让他们凉快凉快，透透气，清醒清醒。光屁股实在不雅，给他们一条单子遮遮羞。娘，三更回来了，今天灯笼没灭吧？没灭，娘，亮着呢。怎么了，三更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娘，没事的。跪！吾皇后恭请三更哥前去议事。别去，三更，别去啊！没事的，娘，我正等着他们呢。带路。五位当家的，今日唤我来有什么事啊？三更啊，愣头的那个案子，我们其实比谁都上心。这些天我们尽力在查访关于那个案子的线索，倒是也查到了一些零碎的消息。哦，平安里的赵寡妇最近勾搭上了脚行的二当家王顺。这赵寡妇死了的男人呢，叫吴金龙，当年因为斗殴杀人，也是被冷头给拿的。四眼井大街的刘石头前些天回来了。刘石头以前呢，因为偷盗被冷头拿了，当时打了40个板子。大侯爷，你拿过来我自己看吧。嗯。多谢五位当家的，这些人我都会留意，还望五位能继续查访，祝我早日破案。那是一定。那三更就先行告辞了。哎，三更，别急着走啊！我们备了一些酒肉，想让我们兄弟吃几杯酒啊！大侯爷，三更我就直说了，你们叫我过来，怕既不是为了线索。也不是为了吃酒吧，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的确是有事相求。若是为那一班头之事，就不必说了。他身兼造快2班都头，我一个小小捕快，爱莫能助啊！哎，三哥，你别说此等话呀！能跟一头斗上一斗的，也就只有你了。三哥，你若不帮我们，就光凑那月例银子就活烧屁股了，我们就没有余力。没有余力再顾些旁的别的了。大侯爷的意思是，我若没有办法帮你们对付一头，你们也没办法查访师傅的案子喽？那不是心有余，但力不足嘛。侯爷，那一头呢，无非是个求财的，你们吓吓他也就行了。你们手底下的弟兄们上房揭瓦、偷盗放火，那都精熟得很。说句难听的，即便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，对你们也该不算是什么难事吧？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如何使不得？哎呀，三更啊，
你可知这江湖上啊，他无论是劫道的、占山的，哪怕是入户行窃的，他都可以自称是绿林道，唯独我们法行、大行，他不能。这是为何啊？因为我们和你一样，都是衙门养的呀。你说什么？说起我们武侯府啊，县里的百姓谁不怕我们呢？但那是我们的势力吗？不是，那是衙门的势力。县里的百姓怕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人多手狠，而是因为无论我们行什么事，衙门都会不管不问。所以啊，我们定了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不伤官人。如此说来，这杜县人人都怕的武侯府，倒是不敢伤个衙门里的班头。那是万万不敢。侯爷，我听说，在别的衙门口，你们坊行打行巴结的可不只是快班的捕头吧？按理说，这一县的典史掌管的是刑狱判决，他应该才是正主。就像隔壁中县的那个马典史，那把兄弟们照顾他。你再看看咱们宋典史，那是油盐不进，喜怒无常。他也不知道是什么门路，历届的县太爷都拿他没辙。你说这门子我们怎么走得通啊？你们走过吗？如何没有走过？人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可这宋典史啊，连送银子的都打。别的官员是雁过拔毛，可他呢，是人过拔牙。这我自然知道，所以这办法也在里边。什么办法？让那一班头去给宋典史送银子。不行，不行，连我等都知道那宋典史的秉性，他怎么可能自撞南墙呢？撞南墙能撞出银子来，那一头还不得活活撞死啊？我明白了，只要那银子够分量，我跟5位当家的打个赌吧。你们给他1000两银子，让他去找宋典史疏通个官司，你们猜他会私吞多少？我赌500两。这200两就是铺垫。有坊国家说了，只要放了他们少东家，事后还有小姐。一班头，我听说游方的少东家是打断人家2条腿啊。是，可那也算事出有因嘛。谁让那小子先踢了少东家的狗呢，是吧？你是说，这200两银子可以买人的2条腿？您是嫌少啊？这好说呀，您说个数，我再去疏通疏通。啊，这个还是你说个数啊？那就300两。这300两银子够买你的清闲吗？宋典史，您这话是何意啊？一班头，我听说自从你代管了快班以来，忙的是不亦乐乎啊，把那2署3郎都整得光屁股上街了。你也是这把年纪了，如此辛劳，是不是把脑子也给忙糊涂了？你是头一天认识我宋晨吗？也怪我一时疏忽。这样吧，
从今日起，快班的事你不用过问了，由我直接来管。别呀，宋天使，这可使不得呀！您不能因为这个去免了我差事呀！你要是觉得300两少，那就500两，1000两就够了。给脸不要，滚！1年6000，3年18000，1年3万，都没了，都。许三更，你们干嘛？我遇到迎春院的老鸨子刘妈妈，她说你好久都没去了。迎春院，你什么意思？宋田是让我来问你，迎春院那个新来的粉头，是不是让你包了？宋典史，他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没什么大事，一头给我个话就是了。我是跟他们家妈妈说过这么一句，包银多少？我就嘴上说了说，我没给包银呢。嘴上说了说就给包了，还是一头有面子啊。那个刘妈妈跟我抱怨，说这个粉头来了快2个月了，因为您包了，都不敢接别的活。2个月？他胡说，那粉头就不发才来的，1个月都不满。就他来的那一天，我去的迎春院。这日子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？不就张主簿调任那天，本来是要在迎春院给他践行的，还有吏班催头，几个文吏，加起来得有8、9个人。宋典史到底问这个干什么？他没说，我也没敢问。估计啊，他也看上那个粉头了。要我说，一般头跟他抢犯不上。不抢，不敢抢。那我就给宋典史回话，说您没包就是了。口供这就对上了。对上了。那个刘妈妈还有其他人，确实都是这么说的。说把他留宿在迎春院。冷头的确是在初8遇害的，所以他没嫌疑了。现下看是没有了。那2署3郎之前的靠山是你师傅，确实是师傅在约束他们。冷捕头死以后，他们又投靠了一班头。小人也有所耳闻。现在一班头被我免了快班的差事，他们又会去找谁呢？我听说在别的衙门，反行打行的总当家都是田师老爷。他们之前的确是巴结过我，可是我觉得他们阿杂。不过这股势力的确有用得紧。哎，曲三刚，我看你行事伶俐，而且你师傅的手段看也应该看会了。不如这样，我当你的靠山，你去执掌他们可好？那曲三更不过是个小苦汉，怕是罩不住咱们吧？原本也没指望他罩着他们，不过呀，是利用他把刀行医的罢了。那以后咱们应该靠着谁呀？
宋典史啊，宋典史，他也不收银子呀。那个宋典史阴气重，他戾气更重，估计是啊，喜欢操弄人心。你当我的左右手。至于银钱上的事，就由你做主。说到银钱上的事，小人倒是有数的。这个账本你还给谁看过？我师傅，还有一头。哦，我抄了一本给一头。怪不得。这么说，你是应允了？小人想请宋典史先应允小人一件事。这账本上记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银钱，更是桩桩件件的恶行。小人要用这本账请宋典史的火票。小人要拿了二署三郎5个当家的，散了这杜县的坊行大行。你怎知我是在试探你啊？小人好歹当了几年捕快，整日都在试探别人。你这个小捕快，倒甚是有趣啊！啊，那个大当家的皮糙肉厚，把他抓起来审一审，动动刑，倒是件快事啊。那宋典史这是准了。嗯。不过那5个人可不好拿啊，况且你抓住一个，另外4个就跑了。把他们5个聚在一起拿就是了。他们5个约好了要请我吃酒呢。为何要请你吃酒啊？让一班头给宋典史送银子的主意，是小人出的。放肆！你居然连我都敢利用！宋典史，您刚不是说还想让我当左右手的吗？拿去吧。小人告退。滚！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先生，这个我们学过了。学过了，《论语》我们几个大的去年就学过了。哦，那老师考考你，温故而知新，下一句是什么呀？还不是学过了吗？先生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温习旧的而知道新的，就可以当老师了。哦，那作为老师，是不是应该提醒你温故而知新呢？继续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你们再来一遍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。知道为什么我要留你的堂吗？王先生也会留堂吗？王先生倒是经常留堂，只不过没留过我。他都留过谁啊？有几个。写下来。啊，哦，好。
知道为何留你的堂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先生，您不贵吗？哦，贵啊。嗯。啊。先生，反了，你得转过去。啊？你先生，不是，哎呀，先生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先生，刘唐不是一向如此吗？我舅舅一向如此啊！啊！啊！舅舅与我说过，日子久了，先生忘记了。那咱继续。先生，够了吗？够了。啊！那先生，我能走了吗？还有什么别的吗？先生，您还要啊？不要了。若是没有别的了，那就不要了。那先生，我告辞了。哎，对了，此事有没有跟旁人提起过？我也曾提起，我跟我爹娘都没有说过。王夫子告诫过我，我说了就不能在这念书了。若是那般，我爹会打死我的。你爹是何人啊？我爹是刘家集铁匠。西门外丞相刘家集。嗯。你爹是铁匠，为何不让你在铁铺里帮忙，而是来这里读书啊？我哥哥多，我爹说家里总得有个识字的，王夫子又不收我的束修。先生告辞。先生告辞。你动。这真是那孩子打的。啊，这板子打的，这小子肯定是当衙役的料。哎呀，你们跟我说，那凶手把无头的鸡雏塞到我舅舅嘴里的时候，我还以为……本来啊，是想从这些孩童口中查出什么线索，哼，结果查出个更离谱的怪癖。我查了一下舅舅的账本，每年呢，有3个孩子，他们是不用交束修的，全是穷小子，家都在城外。一是好封口，二是就算走漏风声，把他直接打发回家就是了，也不至于在城里传开。再说，要是一个铁匠的儿子给铁匠说，老先生隔3差5让我用戒尺把他打一顿，哼，那铁匠都得觉得他是疯了，免不了先打他一顿。我以前一直觉得，舅舅是我认识了一辈子的人，结果他死了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好像就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他。认识了一辈子的人，却好像从来没认识过一样。这一杯，敬我舅舅。敬王夫子。这一杯，敬我师父。
敬冷骨头。这一杯，这一杯敬，这一杯敬谁？这一杯敬孔子。敬孔子，敬他千百年来白白的教人做人。教来教去，这世上还净是些不做人事、不说人话、不长人心的人皮畜生。孔夫子，您老人家别动气，不是因为您教的不好，而是因为这做人啊，实在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说得好，确实难啊！干了，干了！头好痛啊！喝碗醒酒汤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啊，在哪儿？前面那个汤面铺的豆腐鱼爪汤最好。过了这个桥，进了那个巷子便是。自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。”自在川上曰。难不成这是那个跳了河的赌鬼？焉知向那个宅子的主人陈旺？这个案子一定和20年前那场大火有关。骨头的中间，刀刃的旁边。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新鲜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。我属魂心，祭祀其生。翻唱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我负的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就之前换个圆。的誓言，职场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。我属魂心。